好无聊啊！全新包装每年打，打破无聊。喝一口就开窍，绽放爆爽气泡，欢笑一口上线，就在全新包装每年打。是下坠或挣脱，沉默的风悄然吹起野火，燃烧天际乾坤洞，幻化练就神通，白手剑破长空，我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，全与梦争不休，暗流汹涌，将孤勇抛洒洪流，御风涌转时空，无字登临巅峰，天外的天，守候着无穷，风云激荡翻涌，自有我的从容，谁敢再高举长袖？将什么年纪在转，就是日我与衷，让不屈之心上涨，照前夕提抗而开。孝顺的好孩子，记得追番、投币、点赞，给我一键3连。好孩子是不会让婆婆失望的，对吧？附近的温度是不是越来越高了？怎么越来越热？要热死龙了！前面好像在冒热气，还在发光。那道光不同寻常，既非日辉，也非霞光，竟是从谷内逆天而上，气运非凡。倒是和大虚的石像有些相似，每晚石像都会发出这样的光芒，驱散黑暗。难道这是神光？神！还有股好重的血腥气。秦爱卿，你不是要带朕去寻国师吗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叫弟子探听得知，这片山谷曾连降数日血雨，雨停后，笼罩延康的这片阴云便彻底消散了。神降下的阴云，岂会轻易收走？那血雨是何缘故？会是谁的血？国师又为何出现在此处？龙胖，停下！绕剑士，这是国师布下的剑阵，他就在山谷里。国师，是我。龙胖，降落。
公子，血腥味儿都是从那湖里传来的。这些湖水，不会都是血吧？神光似乎也是从血里冒出来的。莫非这是神血？都天魔王曾说过，神血主生，阳气旺盛。山谷中这么热，会不会就是因为有神血炙烤？啊！怎么可能？接连数日的血雨，降下的都是神血，谁能把身伤成这样？真相如何，恐怕只有国师知道了。这里应当就是国师的居所。朕的国师何至于落到这等田地？延康国的2大最强者，竟然都受了重伤。陛下，你脸上的伤……放心，都是假的。秦爱卿画上去，用来遮掩真容的。可为何我感应不到陛下的半分元气？如来和道主震碎了陛下的7大神藏，如今陛下已与普通人无异。夫君也有伤在身，切勿乱了心神。国师的伤，内藏神光。神？这是神留下的伤，我根治不了，须得回村请药师爷爷出手。国师离开的这些日子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受人所邀，去小医经研读古今史籍。离开后，便想要去探查天灾来源，然后遇到了一尊神，手里拿着一个葫芦。天灾是从他的葫芦里放出来的。我与他交锋，并以命换命的姿态才将他逼退。他受伤了，我伤得更重，再加上内资有孕，于是便在这里住了些日子。神竟然现身了！神器上一次出现，还是将地碟赐给开国皇帝之时。国师，这位神从何而来？退走后又去了哪里？天上，我也不知，但想必有处神器聚居之地，哪怕暂时让这尊神退回去，只要严抗不终止变法，未来也会有新的神器再次前来降灾。所以如来和道主才急于杀了朕，扶植太子登基，恢复旧制，从而彻底废除变法。不化解神威，根本止不住血。可是，要用什么才能对抗一尊神的力量？国师，外面那片湖可是神血？不错，是那尊神留下的。他很强，受了点皮外伤。有个法子，或许可以一试。亚爷爷锻造的剑丸，在天波城刻到魔神，应该也可以用来导引神力。秦兄弟这是用剑来施展真法？
以剑为引，将神气神通与神血相连，再用神血威能抵消神力，神医国手真是巧妙万分。引出神的这一击已是极限，其他神通我引不出来。国师万不可运转法力，一旦触发神威，便会爆体而亡。如今朕与国师，倒真是两个废人了。陛下，国师，接下来你们有何打算？是去大虚治伤，还是回京？去京城。太子篡夺皇位，势必要肃清所有潜在威胁。首当其冲的，便是二皇子凌玉书。二皇子本就深得圣眷，素有贤名，在边关立下赫赫军功。他的胞妹七公主，又与太后极为亲厚。篡位者罪及正统未决，定会斩草除根。废弃怕是已经被软禁起来了。有母后在宫中坐镇，逆子还不敢妄下杀手，至少现在还不敢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一旦太子正式继位，他便可名正言顺地请太后颐养天年，再罗织罪名，逐一清洗有威胁的皇子公主，与他有过节的天策上将、泰山王、骠骑大将军、倒戈的顾里暖等旧臣。届时，倘若魏国公、于渊兄妹、霸山仍不肯臣服，亦会遭到血洗。回京之后，你的伤该如何？小毒王傅元清也在京城，若他与秦教主联手，说不定能研制出治愈之法。国师和夫人要入京城，也得伪装一番才行。夫人可以扮成道人，我也可以。好吧。三位要加入天圣教吗？说是治不好伤，皇位也夺不回来，入我圣教还能养家糊口。秦教主，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我要做，便做教主。朕也是。陛下做教主，我给你做帮手。陛下果真要做教主？这小子来真的。我若做了天魔教主，延康国岂不就是天魔教的了？陛下，这是烫手山芋，借不得。又不给圣教干活，又想让圣教给你们卖命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夫君和陛下重任在肩，只能三思而行。不过秦兄弟与妾身有救命之恩，妾身自然是乐意入教的。不知道教主能给妾身安排个什么职务？夫人本在延康担任织染令，入教的话，不妨做绣堂的香主如何？好。夫君何必拒绝秦教主？这次回京，你与陛下有几成胜算？天下人支持变法，朝中文武大臣也有7、8成是我与陛下的人。入了京城，我便可以联络旧部，再加上九龙山脉中藏着的龙卫禁军，随时可以攻占京城。大雷音宗和道门当真不会阻挠？是你能挡得住如来和道主，还是陛下挡得住他们？听说京城的王公大臣家里都住着几位禅师道人呢。两大圣地将你们的势力看得死死的，而今夫君所能借助的力量
就只有天圣教。夫君借用人家的力量，也须得让人家放心。天圣教还缺个天王，第4天王，我来做这个第4天王。但陛下绝不能与天圣教有所牵连。委屈国师了。陛下似乎对我天圣教有所误解，我们的理念……教主，我们该上路了。陛下是不能加入咱们天圣教的。你试图将我开创的那3招基础剑式融入到这2招剑法之中，如此一来，多了许多破绽。不如我来给你喂招。请指教。到此为止，要突破，需要你自己有所看悟。秦爱卿再进一步就是小宗师了。朕练到你这一步，是在57岁时。朕感应到大地龙气走动，天下大势变幻莫测，才一举突破。而龙就是变化，于是朕将法术、剑术、战技统统融入九龙帝王功。想学吗？朕可以教你。想。朕传给你便是。圣教主，太学院监城剑三生，也是天魔教的人。建堂，距离太子登基还有3日，京城布置得如何？已经准备妥当。九龙帝王功可是皇家功法，陛下本就是这样的人，豪气爽朗，否则也不敢用我。其实，九龙帝王功的底本我已经看过不下10遍了。
朝夕，回首不